阿巴拉这部很经典的短篇漫画啊，如果你看过这部作品的话，一定对其中所刻画的棋局子有很深刻的印象，可以自我增值的，并且对人类无休止追杀的宇宙生物。当然，就这部作品本身的话，还是年代比较久，并且偏小众的啊。不过它对于后世很多作品还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啊，这其中呢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电锯人，角色的形象啊，甚至是主角的名字都是有深刻的去致敬阿巴拉这部短片的。我是小情儿大，各位老粉大家好，这里是拖更了一段时间的摩尔牌围棋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带来白棋居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作品啊。实际这件东西是去年10月份 WF 在现场请回来的啊，当时做了一个那个 WF 专项那个口模嘛，就跟大家聊，是很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去看一看的。不过呢，种种原因啊，一拖就是半年。这个作品也是连续在 WF 上个人馆啊有多次展出的啊，一直很心动啊。我甚至也是因为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才去补全了这个漫画。这件作品本身呢是由甘田建模，涂装师呢是猫头33猫师傅啊，可能很多朋友也有一定的了解。形象本身呢就是源自于短篇漫画中，个人印象中是白棋居子作为一个人形首次登场并发生战斗的画面啊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个形象要比后期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白棋居子，甚至对比主角的造型都要更加帅气一些。漫画中登场的时候也是压迫感十足，非常的帅气啊！在保留原有这个形象风味的同时，也能看到在建模的时候就做出了更加夸张的一些细节处理，交错在这种类似于外骨骼一样的缝隙中，很细腻的这种肉感。胸腔巨大的镂空，还有呢就是特点十分明显的这个头雕。头的部分其实有点形象啊，白色的类似于面具下，牙齿是很突出有表现出来的。电锯人中武器人的那个头部啊，我觉得是有去致敬甚至是模仿这个形象。正面去看的话，就是一个身材比例非常美型的人形啊，但是你从侧面去看，尤其它的这个后背、脊柱以及脖颈处啊，这样一个大的弧度，就像是那种肉体膨胀开的怪物形象。身后尖刺甚至是手指这个部分啊，也是非常的细致和锐利。背后排列的这种孔洞啊，实际能插入这个红色的尖刺，但我觉得会有点影响它整体这个观感啊，所以就卸掉了。手指尖这里我也抱着试试看态度去掰了一掰，最后折了一根，确实很细致。涂装师猫师傅也是很善于去营造这种水润的生物质感，而且它表面的颜色是十分丰富的，这种效果在一般量产产品上是很难见到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实原本设计里这个白棋居子应该是以白色为主，但是这个在涂装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做了一个看着更加血腥、肉感更强的一个形象。实际呈现在这款作品上呢，我觉得还是很协调的。尤其腹部和腿部的这种红色应用，会增加它作为这个生物的一种质感。手臂、腿部夹杂在缝隙中模糊的这种血肉组织，也能感受出原作想要表达的动态变化的生物形象。总之就是质感很强啊，它的颜色过渡非常自然。我点评这个有点班门弄斧啊，毕竟并没有实际涂装能力。当然，因为是用树脂打印，这个在保证精度的同时，强度上和工厂的量产产品是没法比较的。未来的话，其实这个频道也有想法去做这种手艺人的非量产的作品，也算是自己的一个积累和体验，带给大家更多新奇的、少见的、小众的，甚至是猎奇的作品啊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形象的话，也不妨去了解和看一看阿巴拉这个原作啊，其中的一些设定还有脑洞，即便放在现在啊，我觉得还是很超前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